美国和法国争着与印度共同研制5代机的发动机。中国努力发展的技术，为何印度能够轻松获得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航空发动机产业被称为高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为了实现战斗机心脏的自主，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路程。到现在，以涡扇10为代表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已经全面的换装歼20、歼16和歼10C，FJ31也换上了国产的涡扇13E 发动机。中国还在加紧试验第4代大推力的涡扇15和中推力的涡扇19。现在，全世界能够真正独立研制先进战斗机动力装置的国家，就是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除中国以外，都是老牌的航空工业强国。印度与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在研制第5代战斗机所用的发动机问题上，不但没有被西方卡脖子，反而出现了法国和美国争抢订单的情况。据印度国防新闻报道，美国已经恢复了与印度合作开发喷气式发动机技术的协议，该技术可以为印度未来先进的中型战斗机 AMCA 提供动力。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已经提交了一份提案，与印度的相关机构共同开发110千牛推力的发动机，这意味着其技术水平将是第4代的中推。过去，美国在出口发动机技术上有相关的管制法案，现在对印度来讲，可能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此外，法国的赛丰集团和英国的罗罗公司也有意向在发动机的研制问题上与印度进行合作。印度新一代发动机的投标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行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的转变是为了保持其在印度本土战斗机计划方面的领先地位。印度也不希望将这一项目让渡给欧洲发动机制造商。光辉战斗机由美国的 GE F414发动机提供动力，而未来的 AMCA 第4代战斗机和双发的 LCA 计划将继续使用美国 GE 公司所开发的动力系统。当 AMCA 计划成熟到 Mk2 水平时，印度的军工企业雄心勃勃地计划将 GE 公司提供的 F414发动机切换到具有更高推力水平的本土发动机上。美国的 GE 公司竞标开发 AMCA 发动机，与美国海军目前正在开发的 F414增强性能发动机相吻合。它将提供高达20%的推力增量，推动比将高达11，推力呢可以达到120千牛。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与印度合作成功，印度将直接拥有比涡扇19还先进的发动机生产能力。美国人如果不愿意和印度合作，那么法国和英国就会提供相应的合作，这就是印度的有利之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西方国家与印度合作生产发动机，并不代表印度会拥有核心技术。美英法的首要目标是挣钱，其次是控制印度的军工产业链，让印度的主力战机摆脱对俄罗斯航空工业的依赖，而转为依赖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中国努力自主发展战斗机的动力系统已经有几十年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掌握了第3代发动机的核心技术，正在获得第4代发动机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如果再往后看20年，当中国已经开始换装变循环发动机时，印度可能还是只会在西方企业的协助下生产第4代的中推发动机。如果展望一下的话，中国战斗机的航空动力装置最终将走上自由王国之路，而印度由于没有经历相关的发展艰辛，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彻底摆脱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